Hello，大家好，今天是9月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高位顶分型，本周会是下跌的一周吗 ？AMD 趋势走坏，这里有空方进场点，空头位如期反弹，压力位超买，左侧可以获利兑现。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22期的下半部分。我们在上期视频讲到了指数的分析，那么今天第一部分呢，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讲解。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第一部分其实可以去跳过，我们直接来到第二环节。第二环节呢是有关个股解析，那么在本期视频阿哲加了很多之前呢没有提及的个股，因为在上期视频的评论区当中有很多同学提到了他们手中个股要有所去介绍和分析，那么阿哲今天呢也会讲一下有关粉丝朋友他们手中的一个个股的情况。当然，因为这个个股比较多应该有16只，所以阿哲不是每一只都会很详细的分析。但是图表当中的这个颜色块代表了阿哲对它短线的一个看法和一些波段的一个趋势看法。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可能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特别关心，那么可以点击我们视频底下的这一个按钮，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那么可以快速找到您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在近期的一个市场当中，为什么说可能市场要有调整周期，或者说甚至呢有一个双顶的可能呢？目前的市场在一次创新高无力的走势之后创新高之后呢，没走多少根 K 线就往下跌回前高之下，所以这一个新高的突破它不是一个有效的，或者说相对力度呢是不够的。而目前回落之后的这波上涨，因为没有创新高，所以呢涨势只能定义为反弹，那么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双顶的现象。而反弹它在这里会不会结束呢？通过我们前面的这3根 K 线构成了一个顶分型，而且是强顶分型。第3根 K 线的一个收盘价比第1根 K 线的最低价要低了，那么这种分型结构是特别强劲的。在反弹当中出现，那么则意味着本次的上涨很容易呢因此而结束，再次回归调整当中。而这里如果是双顶结构，那么市场这一波的下跌是很容易去击穿这个低点的，这是我们要去谨防去小心的一点。而阿哲在上期视频也讲过了一个知识点，叫做防守阴线。所谓的防守阴线是在本轮上的行情当中，甚至呢是阿哲在本频道建立以来就经常所提及的一个方法。它呢是上下跌时容易产生低点的一些主力砸盘的手段。那么防守阴线它的一个要求很简单，就是只要昨天是一根阳线，就昨天呢只要是绿 K 线，好，那么第2天它是一个高点比昨天高点低，收盘比昨天的最低价低的 K 线，那么这种下跌就叫做防守阴线。而如果第2根 K 线它能够是真正的阴线，并且是大跌的 K 线，那么效果会更好。第1根 K 线如果是真正的阳线上涨的大涨阳线，效果会更好。那么以此呢，这些地方都是本次上涨以来的防守阴线。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一个趋势如果还是良好的向上的运行，防守阴线很多时候是砸盘低点，是主力的，是机构的一些资金行为。那我怎么知道它每次的下跌是真是假？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去介入，去跟庄吃肉呢？很简单，防守阴之后，它一般代表强势的下跌信号，你不能够在这一天去买入股票，你不能说这个位置是低点，你就可以去买，而是我们需要等它股价突破它的高点，而后再去买进。因为只要后续的价格短期很快的能够去突破它的高点，就能够意味着这些下跌它真的只是砸盘。市场呢只是在清洗筹码，为了让你下车，而机构并没有真正的看空。那么这些位置创新高，再去突破，都可以作为买点。而现在我们在上周周五遇到的这一根 K 线，它就是防守阴线，它的收盘价比昨天低点低，昨天是阳线，而它的最高价也没创新高，所以它是一个防守阴。防守阴出现是强势下跌信号，刚才我们也讲了，这里也是一个顶分型。那么它的一个价格，我们要关注它的高点。如果这根 K 线上周五资金只是砸盘，后续依旧看涨，依旧回归趋势，要创新高，那么必然它最好应该是本周收盘就要去突破它的高点，而且那根阳线要足够强势，那么我们可以重新介入，
重新看涨，而在此之前冷静对待，不要盲目的随便去下跌去加仓买入做多，因为你不确定这个位置是不是出货。因为像前期的这一根阴线和这一根阴线都是防守阴线，但是他们短期内都没有去突破它的高点，等到它突破时呢，可能已经是1周后的事情了。这种行为就意味着前面的这防守阴线真的有可能是资金在离场，所以现在你要再小心一点，就是这一根 K 线会不会又是一次资金离场的现象？那么看它的高点何时被突破，不突破之前，它这里不要再随意的去买入加仓，甚至呢往下跌的时候，你开始要去减仓了。上周五就是一个减仓点，而这个减仓点，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其实是有提及的。上期视频我们讲过，本周周一的时候注意一个点位，什么点位呢？就是21,543.36，这是我们在上周周六的视频当中有讲过的2个点位，一个是预测的日内低点支撑和高点压力，本周周二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如果今天收盘价超过了这个点位，说明这里将会构成阿哲短线红绿灯信号的绿灯 K 线，那么将是一个重新看涨信号。它这个价位呢，也是今天之内关注的压力。底下呢有一个支撑是21,310.19，这是短线支撑。如果收盘价把它跌破，它又会是一根红灯 K 线，跟上周五一样，将代表着市场的强势下跌。这种 K 线的出现，不代表未来它一定会暴跌，但是它已经在代表它目前处于空方趋势而未转多。我们一般会在转为绿色 K 线的时候再去看多，再认为市场转为多头走势。关于这个点位呢，我们是在每天的美股开盘之前，阿哲都会去更新，都会去书写。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看到阿哲视频的同学，您可以点击订阅，成为新订阅粉丝的观众。那么这一份盘前的广播，未来1个月，您只要是美股开盘之前，您都能够收得到。您只要找到助教老师去领取就行。我们的助教老师呢，联系方式阿哲已经放在了评论区，您点击评论区就可以看到。而接下来呢，阿哲要讲到的是我们的30分钟的一个买点，也就是说日线上呢，你可以看阴线的高点，但是更小级别，有可能您看的是更短的短线。那么我们看一下30分钟的走势。目前你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30分钟图表。在30分钟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市场从一个趋势上行的紫色带转为了下行的空方黄色带，所以目前的30分钟已经开始走空，而在日线对应的是一个强势的顶分型。而在这种下跌当中呢，出现了蓝色 K 线，代表短线已经超跌，因为周五跌得有点过于迅猛。好，那么这种蓝色超跌 K 线出现呢，就说明有止跌的现象，而后它容易有反弹。而究竟反弹力度有多强，还是说反弹已经结束，我们需要关注在本周的表现。那么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可以告诉你30分钟容易出现止跌，而后日线可能会出现绿灯 K 线，甚至是防守阴线的买点呢？就是你所看到的目前这一连串的蓝色 K 线的平台，这里需要有一根不错的阳线站在它这个平台之上，我们认为这个反弹力度将是 OK 的，足以去延续，甚至能够让日线出现绿灯 K 线，甚至能够出现我们的一个仿包，而一旦出现就会构成再次的看涨买点。周五它就只是一个砸盘。那么在这种 K 线产生之前30分钟内，你如果出现的是继续的反弹黄带有压力，而后向下去跌破前方蓝 K 区间，那么你要知道的是，目前的下跌远远还未结束，调整还在进行，会不会破低点我们不知道，但目前趋势跟踪30分钟是没有买点。以上呢是关于第一部分，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复习，也是周六的视频当中所去提到的部分观点。如果您对于指数分析还有更多详细的内容想要了解，可以观看我们周六的行情解析视频，那个里面会有更详细的解析。而现在我们只做简单提及，接下来我们来到个股分析环节。我们开始讲到第一只标的是扣位。扣位是我们在上周呢有专门去提及到，你可以去抓住它反弹机会的一只标的。那么在这一波下跌当中，你会发现是市场的 K 线短线以红灯为主，那么也就是说目前是下跌趋势，它的一个飘带呢也是黄色的，是吧？从前期的紫色飘带强势上升趋势转为黄色飘带强势下降趋势。下降趋势当中呢，每次的上涨以反弹来对待。那么像我们前期视频所提到的反弹点的买点是谁呢？是不是这一根 K 线？当时呢是8月27号，为什么在这里买进？因为它这里有一个神奇9转9号 K 线的止跌突破，所以你可以买在这一天，而后
做一个短线的反弹，它的压力位呢就是它的一个飘带。那目前左侧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黄 K 代表的是左侧的一种风险信号，但是它还没有被验证，所以你究竟卖不卖呢？看你个人。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强烈的短线的反弹，所以这个位置出现黄 K 是可以构成一种卖出信号的。像前期这里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反弹，而后进入到黄 K 之后呢，说明短线超买，甚至呢是波段超买。那么黄 K 不代表就一定会立马下跌，因为它是左侧的信号，右侧确认是股价有那么一根阴线，而后把黄 K 最新的黄 K 给跌破。那么这种位置属于风险被确认，而后可以去卖出。左侧卖和右侧卖各有优势，左侧有时候会卖得更早一点，在上涨中去卖出，甚至有时候一卖就是高点。但是左侧的坏处在于，你卖了之后，它可能还会涨，让你呢能够有卖飞踏空的那种挫败感。所以左侧有左侧的好和坏。那么右侧好的一点在于，你一般卖出时，它会比左侧更加精准。但右侧的不好的点就是，你卖出去，你是明确的卖点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已经开始下跌，甚至是一段时间了。所以左侧和右侧看你的成本和你的风格。而目前这里呢，左侧卖对于我们的买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等到右侧出现卖点时，你可能已经亏损，已经被套，所以这是我们所认为的左侧卖出，目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对于右侧投资者，比如说你不是在这里买进的，那么你的成本可能更低一点，好，你可以承受有一根阴线跌破黄 K 之后再卖，那么你能够忍受，那么你可以选择右侧去卖。当下的飘带呢是有压力的，目前飘带的一个下沿呢是 101.596，它呢还没有出现有效跌破。如果是收盘跌破这个飘带，哪怕没跌破黄 K， 也可以作为右侧的风险信号。而上方的一个压力中轴是 106.224， 它的上沿呢是 110.853， 这是一个正常反弹容易遇阻回落的一个地方。像前期这种突破压力带的是比较少见的情况，说明呢反弹特别的强劲。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红绿灯能不能保持呢？现在呢是一个绿灯的范畴，说明短线多头较强，跟左侧这波下跌连续的红灯有所不同。那么只要保持绿灯保持延续，那么是 OK 的。像前期这一波是吧，绿灯保持延续，那么整体反弹呢就 OK。红灯出现，说明短线的转空现象也比较明显，所以这里一旦出现红灯呢，就要小心了。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在今天是多少呢？是 99.68， 高点的压力是 106.44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PLTR。PLTR 呢，在一波单边下跌击穿了紫色飘带之后啊，出现了蓝色 K 线，一根很长的下影线。那么在突破蓝 K 然后产生反弹，但反弹力度呢是不太够的，有点弱势。上方的一个飘带中期的趋势由紫色转为了一个黄色，那么目前是走为了空方趋势，所以阿哲呢是标记了一个红色块。那么在这种反弹当中，它有出现过绿灯，但绿灯之后第二天立马转红灯，这个意思就是反弹容易结束，并且昨天的上涨阳线绿灯这种多方强势的 K 线，它很容易是一个诱多现象。这根 K 线也是个负阴线啊，是我们所说的乌云盖顶的信号，在反弹时出现，一般意味着一个反弹高点的产生是大概率事件。那么后续的下跌呢，整体力度是震荡的、不平整的，而指数目前也是刚开始下跌，所以根据指数环境，你可以做个股的应对。目前来说，如果指数出现了防守阴线买点，那么这种类型的弱势个股还有机会能够止跌延续反弹。但反之，如果指数没有出现防守阴的一个买点，而是延续下跌，那么这种个股是容易跌得更厉害的。所以 PLTR 目前做多头的选择标的不太适合，上方的黄色带作为压力，上边的压力在 164.625， 目前反弹不太容易碰到。我们看一下它的红绿灯，它的一个数值，今天会不会转为绿灯？你要关注一个高点的压力是 157.565， 而低点的支撑是 152.14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目前还是空方占优的市场。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其实你很明确看到，它由前期的一个紫色飘带多头趋势，在高位呢出现了一个黄 K 的跌破，就是黄 K 的一个右侧的卖点啊，卖点这个黄 K 呢高点后续也没有被突破，所以黄 K 的压力呢就一直产生在这里。市场后续有右侧的一个信号，就是红灯
就是红灯啊，明确的下跌 K 线。好，那么以此建立了本次我们 MSTR 的一个高点的出现。那么目前呢，从一个紫飘带转为了黄色飘带，那么空方趋势已经建立。是阿哲呢在前期所说过的，它处于低洼区，同时处于170天均线附近，所以它这里是空方趋势，但容易是一种中长期短线和中线、长线低位的可能，只是目前它没有明确的启动止跌信号，它已经到了一个能够见到低点的位置，但是它的价格表现上并没有给出反馈，所以你不能随意的去盲目加仓看波段的启动。而当下它是一个晕线的结构，目前这个晕线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选择方向，它是往下去收阴跌破选择向下，还是上涨突破选择向上，这是一个右侧的方向选择。在这之中，它是以震荡行情来对待，而小级别它是一个红灯 K 线，目前处于红灯的下行。而我们从价格的技术分析、价格行为来看呢，它这里有一个错位双阴的表现。那么什么叫错位双阴呢？这是阿哲一种看 K 线和量价表现的一个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呢，如果要讲完，那这个知识点如果要讲清楚，可能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解个股的分析，所以就不在知识点上花费太多时间。不过大家也要注意，阿哲除了平时有视频更新，其实内部呢也有直播的分享。只要您是一位订阅观众，那么除了刚才所讲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盘前广播之外，我们还有另外的服务，就是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阿哲有时候视频当中是讲不了太多知识点，否则会显得很是拖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简单的讲解一下多空的一个看法。那么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的一些分析的话呢，您是可以点击订阅之后，在我们底下评论区找到助教老师去报名我们的内部课程。同时，如果您想要更方便的，您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点击那个感叹号也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您给他发送一个报名的字眼，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那么就可以免费参加我们的进阶直播课程。像明天呢是阿哲授课，明天香港时间早上10点，9月3号，我们本周会讲到一个反转狙击的课程。那么明天的主题叫双阴错位数啊，也就是 MSTR 目前所出现的这个结构，我们明天呢会去讲解。如果您对知识有兴趣，那明天呢可以跟助教老师要一下内部的直播链接，可以去参加。那么也感谢您的订阅、点赞和评论。而不从知识点出发，我们依旧也能够看得明白，目前是一个晕线震荡结构。最右侧的判定方案就是把这根阴线的高点突破去看涨，亦或者跌破它的低点，去认为会有更低的低价。所以这是 MSTR 目前的一种情况，还处于震荡，但是它的空间位置已经构成低位的可能。我们看一下更短线上它的一个 K 线，什么时候会构成绿灯 K 线？我们来看一下周一，我们来看一下周二的价格，高点的压力337.02。低点的支撑330.03啊，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今天收盘价能够在337.02之上，那么就会出现绿灯 K 线，那么也是一种看涨的信号。它可以作为你初次的一个小仓位试错买点，而能够右侧去突破左边的大阳线高点，则作为更进一步低位确认的可能，再加多仓位去买进看涨。而上面的一个黄色带呢，则注意它的压力反馈。那么这个压力是多少呢？我们看一下最下面的这个压力，它呢是355.144啊，这是反弹当中首要去关注的第一个反弹压力。如果连这个压力都过不去啊，基本上左边的大阳线的高点也是突破不了的。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AMD 呢，它的趋势也是走坏了，跟皮尔 TR 差不多，甚至比皮尔 TR 呢更长一点。因为皮尔 TR 目前在震荡，而它直接跟随指数出现了强势顶分型。这一波反弹，它也是碰到了这个飘带的上沿。这一波反弹，它也是从一个紫色带转为了一个黄色带。这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你一个趋势想要保持强劲，最好不要跌破飘带。它从前期的黄色带转为紫色带之后，每次的回调其实都没有跌破飘带，而这一次跌破了，就说明这一次的下跌回调，你感觉跟左边好像差不多幅度，但是它已经影响了趋势。这种跌破飘带的下跌，一旦反弹不能快速站上飘带，它就会由紫色转为黄色，由多转为空，而它的反弹就容易出现压力。一有压力，反馈是大跌，
反馈是强势顶分型，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空方进场的一种信号，它是黄色带反弹高点后做空的信号，所以这是 AMD 目前的这种结构是不太好的，做多的同学不要随便去碰它。你会看到它是一个红灯 K 线，昨天是冲高回落，那么它也是防守阴。做多的同学，你只有等待收阳线能够站上去，才考虑去做多，而现在不行，它还是属于一种相对空方占优的市场。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 158.93， 高点的压力是 165.60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今天继续保持在 165.60 之下收盘，它就还是红灯和无灯 K 线，依旧保持短线偏空的这种走势。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BMNR， 那么这只股票呢，它呢也是属于跌破了飘带。我们刚才才讲到跌破飘带呢是有风险的，一旦短期不能快速站上，它就会转成黄色飘带，而黄飘带代表的是一种空方趋势。前期呢是一波强势反弹，突破了黄飘带，而后回踩站在了紫飘带，但没有完全站稳它后续又跌破了。好，那么目前这种走势，它跌破飘带出现了蓝 K， 蓝 K 说明是短线的超跌，是短线的超卖，那么这种情况是容易引发反弹的。像前期这里回踩飘带出现了一个我们的红灯转绿灯，同时也是反包 K 线，所以这一天其实构成趋势的回调买点。但是回调买点归买点，后续跌破就一定要止损，这是一个失败的交易。那么交易失败很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哪里是作为离场的一个止损条件，就是跌破的这一天。好，目前跌破说明要寻找更低的低点，说明前面的反弹止跌呢没能引发资金持续的流进。那么接下来来到这个蓝 K 的位置，因为它的趋势飘带依旧是紫色，所以我们依旧呢以看多做多为主，因为趋势作为整体的主导，上涨趋势做多，下跌趋势至少不能随便做多，做不做空呢看你自己选择。而当下还是紫色带，那么就还是做多，做多的条件很简单，依旧把蓝 K 突破作为买点，蓝 K 消失再突破作为买点。像这种信号呢，每一次出现你都要特别关注，它不是100%的成功，但是它是比较稀有的。这一波高点下来的这种行情，这里出现过一次，而后打了低点止损，离场就行。而一旦这里是回调低点把握到了，你的盈亏比至少看到前方高点，是特别划算的一种买点。所以我们这只股票呢，就关注这一个蓝 K 是否消失和突破就行了。那么我们看一下红绿灯的一个结构，今天的预测低点是谁呢？是 42.145，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44.925， 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突破 44.925， 那么就是一个绿灯 K 线，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红灯转为绿灯，那么本身在红绿灯的角度也构成回调买点，因为它目前还是处于回调的一个范畴。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SBET 那么这只股票呢，它很明显，你看一眼，它是一个黄色飘带，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它不是我们的一个多头趋势了。刚才上一只股票它至少还是一个什么阶段是一个我们的飘带为紫色的飘带，而后蓝 K 出现，蓝 K 消失突破，红灯转绿灯，是不是这是一个买点？你会发现这一笔买点是一个反弹，它在上涨途中呢，它没有快速站回飘带，所以呢由紫色转为黄色。好，上涨之后出现了一个黄 K， 又出现了在一个飘带是黄色的过程当中，所以就容易是一个反弹高点，然后跌破黄 K， 那么黄 K 下跌。好，这一波下跌，蓝 K 的位置出现了绿灯，然后有所止跌，但是因为是一个黄带，所以做多只能做反弹，不能随便去做反转，所以当下呢依旧还是一个反弹后再下跌，它还是一个红灯占主导，所以它呢阿哲标记的是红色块，短线还是处于风险。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高点的压力是 18.135， 而低点支撑呢是 17.195关注这两个数值，这里它都不是绿灯，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还处于右侧空方走势下的行情。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不能随便去做多，不能随便去抄底。当然，如果有同学说阿哲，那目前我手中持有个股，我前方我不知道有风险，我没卖的，甚至我追涨进去的，那怎么办呢？其实阿哲也很难去应对这种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做交易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有主动性，你要有主动权。为什么每一笔交易要做好止损？就是因为你一旦不止损，一旦趋势是下行的，你买了之后不走的话，
特别你成本比较高的话，那么你就会越往后越丧失主动性。如果你越下跌越加仓，下降趋势当中一直去加仓的话，你的主动性会越来越差，它表现在你的仓位越多的套牢。那么未来你敢割肉吗？你就不敢了。所以你如果已经处于这种越发不具备主动性的行情当中，仓位管理当中，你问任何一个人都很难给你比较好的选择的方案。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之前做交易就不止损的人，再多的解套方案到你手中其实也很难执行的。所以更多的先把交易的习惯先做好，每次交易设止损，不要死扛单。下一只股票呢，我们看到多邻国啊，那么这一个个股呢，也挺多同学有关注的，它呢也是处于什么趋势啊？就是下降趋势。如果是紫色带为上升趋势，这是最核心的，就趋势作为技术分析和交易当中最核心的上升趋势，找做多点。而有些空方信号呢，可以相对的可以降低它的权重。而如果是一个黄色带下降趋势，那么你要注意了，任何的买入做多都以反弹看待，哪怕下跌时啊有蓝 K 有白 K 是吧？有各种的什么低洼区啊，但只要趋势是下行的，那么我们就认为每次上涨以反弹看待，不要抱有太多期望，不要去幻想一买它就能够反转，很多时候都只是反弹低点而已。所以只要有这种想法，你就不会被它轻易套住，因为一有不对，立马就要走人。突破黄带的时候出现了绿灯转红灯，突破出现绿灯转红灯绿灯转红灯，在飘带附近，这些都是做空点。你不一定要做空，但你要知道这是风险。好，目前呢是一个红灯之后一直持续无灯的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要随便去买了。又是黄带，它中期趋势偏空，又是红灯的范围，它又是短线偏空，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不能以此去做多和随便去抄底。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红绿灯的判定，今天的预测高点压力是 308.957， 而低点的支撑呢是 282.563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博通。博通的话呢，其实也处于尴尬的局面。它在反弹过程当中，虽然感觉很强势，但是它的飘带其实也临近改变。那么目前跟指数走出同势的表现，但是它比指数强一点点，因为它不是一个强势下跌的分型，但它也出现了反弹过程当中出现的由绿灯转为红灯，本身就是一个反弹时出现相对的风险信号。而当下它的飘带是很窄的。越是收窄的飘带，说明趋势越是走弱。飘带发上强势时，上涨就强势；收窄时，上升趋势是走为震荡或者说缓慢。而目前的飘带走为收敛，并且变得很细，随时会转空。目前哪怕最好的表现，它也是震荡。相对我们比较悲观一点，就是这里跟指数一样，容易成为双顶，容易呢成为一个下跌的开始，反弹的高点。那么当下走势还好的是，它没有彻底的转变。如果这里能够出现防守性买点，那么它是能够重新回归上涨的行情。但是没有出现之前，不要随便去猜测和去赌。所以当下还是 K 线价格行为，它的趋势上都有些转空偏空，只是比前面所看的一些黄色飘带个股要好那么一些，因为它处于初期，还是有可能被扭转，多头是有可能再次绝处逢生的。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88.85， 高点的压力呢是 302.2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个股呢，我们看到 TER， 那么这只标的其实没有太多好说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多方趋势，而后它的短线呢也是绿灯为主，整体来讲就是波段的看多行情。在没有彻底的转为黄色带，或者说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有效跌破的时候，比如说它要突破，比如说它跌破2根 K 线之后还不止跌的那种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跌破2根 K 线作为我们的一个忍受的极限，跌破2根一般来讲就会止跌，这是一个多头趋势所应该具有的素质。目前的每次回调都没有有效跌破，飘带都没有转为黄色，整体呢还是 OK 的它的位置也还不算高，因为中期趋势带和它的170长线的趋势那么都比较靠近，所以它整体来讲它不算是一个高位，还可以波段看涨，飘带不要跌穿就行。可以跟谷歌一样属于呢波段持股的标的目前呢依旧还属于绿灯 K 线。
前面呢出现红灯为砸盘，因为第二天立马转为绿灯。好，那目前呢看一下红绿灯是否能够保持呢？预测的低点支撑今天是 117.835， 而高点的压力是 120.59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LYFT， 那么这只个股呢，它是不是也处于一种紫色带？紫色带呢，说明它是一个趋势的多头。那么趋势多头加上170呢，离得也不算远，所以它的位置也不算是一种高位。它呢，整体来讲是一个震荡行情。前期呢，在大涨之后，市场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调整去消化，它的缺口呢，甚至没有完全的去回补啊，这是一个好的现象。缺口不补，后市容易还有行情。那么整体来讲，在反弹过程当中遇到左边的高点啊，然后呢出现了滞涨。好，但是目前有个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底下是一个紫色带。那紫色带呢，它会有支撑，并且它的紫色带它有一定的范围，它有一定的宽度，说明它的这个趋势是比前面这里要强的。前面这里呢虽然也有紫色带，但是它整体的趋势带呢是比较窄，所以很容易就被跌穿了。那跌穿呢就容易回归整体的震荡。大格局是震荡，而小格局呢开始转为多方上涨，它的一个飘带是一个紫色。回踩时，我们的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啊，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而它呢是一根长下影线，说明在资金上有可能有一部分资金选择了它。目前回踩长下影，那么等待绿灯买进。我们看一下绿灯 K 线，低点的支撑 15.97，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16.54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阿斯麦。阿斯麦的话呢，它整体的走势啊，是不是也是处于紫色带和170天均线呢是比较靠近、比较粘合的？所以前期这一波大跌，我们说过啊，它是有可能出现中长期甚至各周期都是低位的可能。那么目前也有点印证的想法，它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长时间的这种反弹。好。那么这种反弹当下呢是出现了跟指数一样的调整，而且也是个强势的顶分型，这是要小心的。但整体来讲，阿哲觉得它走坏的可能性呢要比 AMD 等等呢会好一些，因为它前面经过了一个相对有效的调整，而后目前处于调整后的一个蓄势行情，它底下的这个筹码还算是比较密集的，支撑比较密集。所以这里呢，它应该属于抗跌的个股，或者说它整体属于趋势还是没有走坏的个股。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如果能出现绿灯，这个位置一样可以跟前期一样作为买点。好，低点的支撑 734.3， 高点压力 748.11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因为呢，它是处于黄 K 之后转为了红灯 K 线，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反弹的卖点。这是要注意的。现在呢，趋势是看涨，但是短线来讲，你肯定前方这里是有一个卖点，有一个减仓点的。那你不能说这趋势看涨我就完全不动了那么我们目前也是以波段的操作来去看待的。一波抄底之后出现了黄 K， 就要小心开始减仓。回调之后呢，有红灯转绿灯，有飘带支撑，那我们就再次买进看涨。而后出现黄 K， 出现红灯 K 线，是不是要开始小心，开始再次的减仓离场，后续再找机会再买进？这样的话呢，你整体会比你持股不动，随意的去下跌买进要好很多，并且心态也会好很多。那么这是关于阿斯麦的一个解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 GEV， 那么这只股票呢，也是我们粉丝同学的股票。那么当下它的问题其实也还是跟 AMD 是一样的。反弹遇到环带的压力，而后它是一个强势的顶分型，这是空方的结构。前期下跌呢，跌破了趋势带是吧？之前呢一直是沿着趋势带、紫色带一直往上走，而后最近跌破了，跌破的比较多，跌破2根都不止跌，而后反弹就容易遇到黄色带，黄色带为压力，而后出现了绿灯转红灯，这是一种卖出的信号，短线、中线都偏空。那么目前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598.325， 高点的压力是 623.98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苹果。苹果呢，在经历了连续的黄 K 线之后，那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回调时在飘带出现了绿灯 K 线，然后走出趋势的上行。目前呢，在左侧的高点也是没有突破的，所以整体的趋势的反弹力度有点弱。这种格局它是很容易再次往下破低点的，特别指数目前的环境不太好，
所以苹果略微小心，一旦出现右侧信号，那么一定要走。那么当下呢，还是处于什么？对于前高的一个进攻，但是黄 K 呢有压力，它在走的时候呢，不如之前强势了，这本身就是趋势在走弱的一种可能，它容易无法去突破前高。但是目前右侧的信号还不明显，因为它没有红灯 K 线，所以你可以等一个红灯结束本次反弹的筹码。没有红灯之前呢，就等待对于左侧黄 K 的压力位的突破的可能。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230.75， 高点的压力是 232.76 关注这两个数值。整体来说，至少还是砍跌的周五呢，只是一根10日线而已。现在是股票，我们再看到 SMCI 它就整体更弱了一点大跌之后遇到170，然后产生反弹。目前呢是一个低位的可能性，因为170临近，底下呢又有聚宝盆但是它的启动信号呢，也跟 MSTR 是一样的，不算强劲，而中期趋势带无法去突破，所以目前来讲呢，它有一个筹码的支撑在这里，也算是低位的可能。但是整体你还能够投入很大的仓位吗？在这里不行，因为它的右侧还没有彻底的走好。它当下是不是反弹飘带又出现了一个绿灯转红灯，飘带上的做空点往下出现了大跌。那目前不转为绿灯呢，短线就不要再看多了。而后飘带不直接收窄，或者说走出反转的结构，这里面投入太大的仓位呢，肯定也是不对的。所以 SMCI 我们的观点是，从中长期来讲，位置已经算是比较低的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但价格行为是没有启动的现象，还需要更明确的一波上涨，转变它的飘带走势。好，那目前看了一下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40.78。高点压力42.2关注这两个数值。这只股票呢就是谷歌了。那谷歌呢，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只股票其实类似就是处于趋势上行的阶段。那趋势上行又是连续的绿灯，从前面这里呢红灯转绿灯之后一路都是绿灯，那这没有什么好讲的，每次调整都是机会，那都不是红灯都是绿灯。好，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强势的趋势上涨行情。那这种行情下呢，你就不要去左侧卖了，就不用去担心怎么样了，等待哪一天把这个飘带真正跌破了，或者说转为黄色带了，你再去做趋势的卖出。因为你持有谷歌的同学，我知道做短线可能性不大，是吧？你大概率是你说的是趋势那这种情况下呢，什么红灯绿灯这些其实对你来讲影响不大，更多的是看这个飘带。飘带依旧保持紫色，任何的一个回调都有很大概率是买进的低买机会。目前呢，它依旧处于这个紫色带，以及呢这个我们所说的绿灯 K 线，所以没有太多的问题。你如果是想要更好的高位获利的话，至少等一个红灯吧，等个红灯，然后再去卖一点，2个红灯再去减多一点，有连续的红灯出现呢，再分批的去减仓。那目前1个红灯都没有，那么其实就安稳的拿着就行。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12.25， 高点压力 216.62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那 Meta 这个个股呢，它是不是也一样的呀？其实大家看到现在应该也明白了，飘带呢由紫色转为了一个黄色，整体呢它就是由多头转为空头。左边这一根阳线它呢是目前没有去跌破的，但从 K 线的角度它已经有2个红灯了，而且呢是红灯转绿灯，再由绿灯转红灯。这种情况下呢，整体是偏空的，它是一种有点像空方炮的这种走势。所以怎么说呢？跟 AMD 等个股类似整体偏空，不要随便的一直做多，除非出现明确的能够快速站上飘带。目前上方的飘带呢在 756.86 附近，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731.127， 高点压力呢是 742.92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就是9月2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那么对于个股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本期视频呢，讲到了比较多的同学的手中的股票，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得到部分的启发，和对您交易呢能够有所指向。那么感谢您的收听、点赞、评论和订阅，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我们更多精彩内容，下期再见，拜拜。